小傻子为了填饱肚子，竟把祖传的天宝长刀卖给了烧饼老板，换取20张饼，最后败光家业，流落街头，饿得昏死过去。郡主看傻子可怜，把他带回了王府，但众人不知道的是，他已经不是那个纨绔的小傻子。鬼叔还没醒，董兄弟有心了。郎中说体弱受寒，吃了汤药该不妨事，睡了许久也该醒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傻子。哪有人会叫傻子的？确实就叫傻子。傻子姓杨，父祖都是安西正兵，祖父凭着一条马槊做到正兵旅帅。阿爷同样勇猛义气，却耿直的过了头，一味的吃酒耍钱，只做到正兵火长，没钱官小脾气差，没能娶到汉人女子，无奈买了个秋瓷婆娘传宗接代，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这倒霉的娃一头红头发，让杨大很是不喜。后来又发现还缺心眼儿，杨大变本加厉的吃酒胡混，有一回吃醉了酒，拖着那不争气的婆娘去换了酒钱。又过了没几年，终于得偿所愿，死在了战场上。孤苦无依的小傻子，靠着父祖留下的家底，又混了几年，家业败光后，在街头冻饿病倒。是小郡主无意间知道了此事，让人把他抬了回来。也是个可怜娃，心眼儿虽不灵光，可毕竟是安西兵的种儿，先养着吧，病好了再安置。行了，行了就没事了。这是哪？王府后院。王府？什么城市？城市安西城啊。安西。今天是哪年哪月？元和2年3月16。什么国号？国号大唐。娃，吃些肉汤吧。严寒，看来是在北方。大唐。我叫郭旭，15岁。我姓杨，14岁，叫傻子。我娘说，如果有人自称傻子，那他一定不是真傻。你娘说的也有道理。你再设一阵，我操练去。大唐王府，幸亏不是大宋，强盛的大唐又是王府，便宜老爹还是战阵殉国，应该不难混下去吧。大唐，我来了。真冷。几十个少年正站在园子里，正好奇地看着他。这群人里有近半伙高鼻深目，或头发褐黄，带有很明显的异族特征。这其实并不意外，他自己也顶着一头红发。过去，毛子在哪？莫与他们计较，我看未必能走那么远。别惹我，我有神经病的。他说什么病？旭子哥，兄弟们的阿爷都是将校，他的阿爷只是火长。就是他凭什么在这里？住口！杨家叔叔也是杀敌殉国的好汉，你怎能说出这般言语？哥哥莫恼，俺说笑罢了。今日武师傅怎的还没来？莫不是转了性子了？行了，莫说闲话，每人再举一轮大石锁。谢谢兄长给的衣裳。都是安西子弟，杨兄弟无需客套。无功不受禄，平白受了兄长恩惠，实在是。莫要客套，董兄弟家财万贯，不差你这件衣裳。或许是因为差不多的身世，也或许少年人天性纯良，众人并没有排斥和取笑他，都在用善意接纳他这个新人。这群人里，郭旭威信最高，是带头大哥级的人物，其次则是那个外号叫胡子的高壮少年，性情直爽，还有个个子不高却极粗壮的叫朱勇，是个沉默寡言的闷葫芦，都叫他石头。不知兄长怎么称呼？我叫董长安。长安，这里离长安有多远？我家祖籍便在长安县，取名长安，便是家父怀念故土。此去长安万里有余。万里？这特么是哪啊？杨兄弟读过书。为什么这么闷？无功不受禄，去嫁别景公，出自《吕氏春秋》。我大字不识一个，或许是以前在哪听说的吧。开饭，吃饱下地干活儿。不是王府吗？不是烈士子弟吗？还要种庄稼。众少年平时练习武艺，学习军阵技巧，隔几天还要学一天写字和数数，半月有一天假期，每月还有50文零花钱。大唐尚武，地位取决于武力值，按军中惯例，众人分为4伙。郭旭是对正，也是伙长，
胡子和朱勇分别带一伙，他们3个是少年中武艺最好的，而第4伙的伙长便是董长安。雪山，竟然是雪山！王王，来说说话。猪，那是什么山？铁山也叫白山，还有的叫大雪山，都护府在山脚设了铁器作坊，后边叫铁山了。那安西城，这里是秋瓷镇安西城，以前叫拔换城，安西大都护府迁来后就叫安西城了。安西城，拔换城。王王，咋了？没事，鬼叔，王府的后院还要种庄稼。这里从前是军营，王府从盐城迁来才10几年，王爷不喜花草，让小子们在此耕种些粮食，熟悉耕作之事。原来如此，王王，你从前一觉醒来，明白了一些事，也忘了许多事。王，这里总共有多少人？37个。祖宗保佑，你这是开窍了。行吧，不管谁保佑，有个说法就好。咋了，鬼叔？杨家大郎开窍了，精明着哩，以后可莫要乱说了。杨兄弟自然不傻，以前定是蠢人瞎说。王府人并不太多，前后院加一起100几十号。后院除了众少年和老鬼，还有教授武艺的武师傅和马夫、铁匠、木匠等，总共50个。贵人有几个？平常就只有王爷和小郡主。4郎在盐城轻易也不回来，王爷前些天去巡视屯田了。这座王府处处透出不正常，王爷要有一大堆老婆才对，还会有一大堆儿子儿媳等家人。可这座王府却人丁单薄的过分，竟然只剩个小姑娘当家。大唐就大唐吧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来2个帮忙做饭。从长安向西万里，这里是西域，是传说中的西域。新疆北边的大山不是什么铁山白山，而是天山。怪不得都3月了还这么寒冷，怪不得许多人相貌有异族特征，怪不得竟然是西域。我叫安卓。你叫安卓？不是安禄山狗贼那个安，俺家祖籍关中。安禄山狗贼，对，安禄山狗贼。鬼叔，安史之乱平了没有？从贼人起兵到如今50多年了。这蛋扯得大了。咋了？你不吃饼，是不是知道我要给你送吃的？快吃吧，别凉了。真是个小傻瓜。他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艾莎。艾莎，这名字有些怪，不像汉人名字。他做什么的？小郡主的侍女。他还有家人没？听说死光了。我没什么要问的了。随便问一个。那个。他有没有那个？没有，不过你没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要讨她做婆娘。我觉得艾莎不错，将来你们得帮我。其实我也喜欢她。我不让他们耍赖行不行？行。他在快速融入这群少年，或者这群少年正快速接纳他。这些孤儿来自西域各地，他知道了更多安西大都护府的往事，也第一次听到了敌人的名字。吐蕃，傻子仰头看天，久久不语。吐蕃强大，安西孤悬塞外，道路阻断，异族环绕。哈尔、剑西，今天整整1天没见武师傅，不知去哪了。中午我去看了一眼，不在屋里。武师傅，武师傅人称武三郎，本是军中的刀牌手对阵，后来伤了胳膊后退出军中。他还有个非常牛叉的称号——瑞士。这个称号在安西军中代表着无上荣耀。果然是个狠人。武师傅，这把刀，小厮倒是识货，拿了看看吧。尔等可知这刀什么名目？刀是好刀，只是有些重，也太长了些，不太趁手。你力气弱，自然不趁手。这刀也不是给常人使的，只有武师傅这般的好汉才行。这是天宝长刀，你竟知晓，不错，正是天宝长刀。天宝12年，真的是天宝长刀。众人仔细看去，果然在刀背上阴刻着一行小字：大唐工部谢监，天宝12年曹。
通常刻字都在刀面，这刀竟然刻在刀背上，这也是天宝长刀独有的标志。天宝12年，距今50多年了。而且这把刀毫无瑕疵，简直就跟新打造的一般，竟能完好无损的保存50多年。哎呦，还真是好东西！三郎从哪弄来的？某听说黑云帮得了把好刀，今日特意去买了回来。用多少银钱？20文。你这恐怕不是买的吧？黑云帮是城中第一大帮派，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按理是不应该存在的。城内各族混杂，许多事都护府不方便出面，所以这个不应该存在的东西便存在了。讨回来便好，好器械落到那些人手里埋没了。鬼叔知道这刀来历。安西原本分了500饼，奉命评判时都带了回去。王爷当年从老令公那里讨了10饼带来，后来都赏给了军中壮士。我记得最后1饼赏出去也得有20年了，不知这1饼怎么留下的。这刀是王爷当年赏赐给一位军中好汉的，只是那好汉却善使长槊，后来便把刀传给了儿子。他儿子也是好汉，却依旧使槊，最后又把刀传了下来。那怎么会流落到帮派手里的？可惜好汉后继无人，宝刀被不孝子孙拿去换了20个饼。众人正要笑骂，却看武三郎神色不善，顺着他目光看过去，正是新来的那位。迎着众人目光，小傻子忽然明白了，原来小丑就是自己。自己与郭旭、董长安他们不一样，人家是正规招生渠道进来的，自己则是被怜悯抬进来的，只是暂时来养病罢了。未来能不能留下还是未知，而想要留下，除了老鬼，首先就要得到武三郎的认可。可现在却搞出这么一出。原来这把刀的出处竟在这里，能寻回来也算圆满。三郎有所不知，杨家小郎往日里心智不清，来府里住了1晚却好了。我看这娃不孬，手脚也勤。他祖父虽职位不高，但也是有名号的好汉。三郎暂且收了他吧。武师傅，杨兄弟绝非痴傻之人。武师傅，小子必定勤练武艺，不辱没师傅名号。你说这把刀怎么处置？刀是武师傅的，自然随武师傅处置。小子已经拿刀换柄，自然就与我无干。武师傅把刀买回来，自然便是主人。还算明理。练过弓箭吗？不曾。会使枪棒吗？不会。筋骨还凑合，底子太弱。练武要看天赋，有的人天生筋骨细小，怎么练都不会有大成就。单筋骨粗壮也不够，还要反应机敏，动作灵活。除了身体，还要心有血气，胆大敢战，这种人才是练武的好材料。傻子身体底子一般，基础太差，所以武三郎并不看好他。三郎身子若养，一养便是。我看这娃不差，暂且试试吧，待王爷回来再说。武师傅，让杨兄弟试试吧。武师傅，晚辈能吃的苦。即使收你也来不及了。他们中最晚的进府也有3年，今年年底就要去军中历练，到时让你留下不合规矩，去军中是送死。我看你还是养好了病，去谋个生路吧。他说的不无道理，旭子等人进府前便有基础，现在已经基本完成学业，今年便要进入军中，而自己一切都要从头开始，时间上肯定来不及。其实他对战场并不十分向往，可身处这个鬼地方，没有2把刷子，真没法混。武叔叔，今天哪里去了？一天都没见人。艾莎来了，某出府一趟。那钢铁直男竟然会笑，难道？武师傅与艾莎投缘，一直想收她做义女。傻子回头打量他一眼，点点头没说话。这小子真是心细如发。先让你试试吧。这低情商的老直男没给所有人面子，竟被艾莎拿下了。只是这丫头为什么一再的帮自己？难道真是长得帅？先别忙着行礼，某说的是让你试试。武师傅吩咐，去跑2圈，跑下来再说。三郎娃娃大病初愈，他自己说的能吃苦。这个小傻子一无是处，唯一的优点是身体里的汉人血脉，自己可以给他机会，前提是他要付出更多努力。如果这点考验都经不住，将来也只能是送死的货。眼看他腿一软摔到地上，众人一点都不意外，甚至觉得他早就该摔倒。狼狈地爬起来，继续跑着。他觉得自己正在裂开，胸膛里另一个自己
正在拼命想挣出来，每一步都如同踩在棉花上，全身肌肉都在颤抖，大张着嘴巴拼命吸气，犹如一条濒死的鱼。整队，长安先带着他，明日开始半天操练，半天耕地，最差的受罚。弟兄们见笑。明日文师傅的课莫要顽劣，每次都要炸一嗓子。先歇一会。咱们还是快干活吧。旭子哥他们都没歇，咱们不对，哪里不对？哪里都不对。这东西谁做的？老木匠郭大，杨兄弟觉得哪里不对？长安哥，这里不行，可以改一下。你还会木匠？不会，不过我大概知道要怎么改。杨兄弟要改什么？改墓地。杨兄弟先把地耕完，至于改犁，不妨过些天吧。看众人表情，傻子明白了，他们不相信自己。他慢慢向南走去，无论哪个世界哪个人群，一无是处的人不好混。他想做点什么，证明一下自己。你是那个新来的娃吧？找老汉有事？那个大伯，我知道个木犁的样子，想做了试试好不好用。哎呀，还是咱汉人娃娃有学问，说来老汉听听。咱汉人娃娃，手艺人通常会对质疑自己技术的人不爽。他也想了一些说辞应付郭大，没想到却一句都没用上。巧，不愧是中原的物件，实在巧妙。只是这取原用料要讲究，得选一根合适的才行。这个小子属实不懂，还得靠大伯的手艺，只是不知道要多久才做得好。别的倒好说，现成的木料就行。这主原确实麻烦，要弯曲够大，还要够结实。府里没有合适的料，我得出府去寻。郭大安耐不住，急切匆匆地出去了，也不知道要去哪找木料，留下小傻子摇头苦笑。他已经明白了，事情恐怕比预想的要难得多。刚要去寻你，幸好遇到木匠伯伯，趁热尝尝我煮的偃月馄饨，味道咋样？你放盐了吗？哎呀，我好像忘了。天地间还残留着一些余热，夕阳洒下金色的光辉，少男少女身上也蒙了一层金色。等最后一个馄饨吞下去，傻子终于问出了心中疑惑：为什么帮我？就是想帮喽。你叫艾莎，不像汉人名字。他的外祖父本是大唐商贾，因为战乱阻隔，在于田安了家，女儿与店里的胡人小伙相爱。后来小两口生下一儿一女，于田陷落，一家逃难到半路，又被马匪盯上。为了不拖累孩子，老两口执意留下。父母带着艾莎和弟弟逃命，却又被逃难的人群冲散。后来孤身一人的艾莎幸运遇到了武三郎，进入王府做了郡主侍女。艾莎是爹爹部落的话，按大唐话是仙女的意思。一直没有他们消息吗？爹爹叫亚历坤，红头发，弟弟随了娘的姓，阿翁给他取名叫杨凡，说不求他大富大贵，只愿能平凡活过一生。他的头发也是红色。两人沉默着看向远处，落日的余晖染红了云彩。他知道艾莎为什么帮自己了。你还有爹爹给取名字，我连个名字都没有。你不是叫傻子吗？总叫傻子可不行，将来做了官不体面。那该怎么办？取名字很费脑筋。幸好我也姓杨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就叫杨凡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文先生，我叫杨凡，平凡的凡。会写吗？刚有了名字的小傻子摇摇头，这个世界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，在西域的比例更高。作为有名的傻子，不应该会写字。坐下吧。正兵每日号粮3升，府兵2升，壮丁1升5盒。今有正兵800，府兵500，壮丁700，驻于关口3月。需号粮草几何？这不小学数学题吗？这种题目至于这样吗？时间不长，郭许与董长安先后交卷，而后又陆续有人交上答案，最后剩下8、9个学渣仍在苦苦思索。傻子看差不多了，也起身把答案送到文先生书案上。回去做吧。你什么时候取的名字？昨天。为什么要叫烦？你到底烦谁？他不是烦吗？以后就叫他烦了。对，就叫烦了。
这就完了。不是这么煮吗？是这么煮。那个，我觉得如果把这遍汤倒掉，再重新添水煮，汤会更清澈。倒掉就只有这点油水，你要倒掉。樊老无奈败退。还是那句话，两个世界区别真的太大了。羊肉熟了，连汤带肉干掉一盆。人的活动量够大，油水又少，饭量就会变得很大。这时候通常不会挑剔食物的味道。闲聊时又听说一件新鲜事，这里竟然有老虎。乡野间每年都有伤人的事发生，不由又一次眺望着巍峨的雪山。1000多年，沧海桑田啊！沧海桑田，敢问兄弟此典出自何处？不知道。小郡主来了。远远走过来3个少女，中间那个身材高挑，一身黑色袄裙，样貌明艳静丽，那便是樊了的救命恩人王爷唯一的孙女郭秀儿，人称小郡主。老郭原本有1妻3妾，给他生了4个儿子3的女儿，10几的孙子孙女，算得上枝繁叶茂。可惜这些年来病逝的病逝，战死的战死，就只剩下4子郭华和长房的小孙女郭秀儿。从傻子用了那个名字开始，2人关系便已更进一步。樊了则远远看着与郭旭说笑的郭秀儿，他脸上已没有了倨傲，正笑得眉眼弯弯。艾莎从不惹人厌，也从不八卦的问东问西，只在旁边静静坐着。过几天放假，我们去街上逛逛。好，我能分到50文钱，你想要什么，我买了送你。你还是先想想怎么留下吧。巨子说会帮我求情，他说小郡主不难说话，应该会答应的。几人正商量放假去哪里耍，郭大扛着一架木犁快步走了过来。小兄弟，成了，快套了牛试试。好家势，好家势，真个轻巧。俺也来试试。这木犁别的倒是好说，唯独这梨园要用大弯的硬木，老汉寻了不少地方才找到合适的料，匆忙了些，做得不甚仔细，若再花些功夫还能更好。家势倒是好家势，只是木料太难寻，没法多做。众人纷纷称是，这么大角度弯曲的硬木可不多见。这天生弯曲的木料确实少见，可也不是没有办法，只需把幼苗压完，长个几年不就行了？倒是上架烘烤压完，并不难做。还是老伯见多识广，是这个道理。好娃，真个巧心思。樊了好本事。我只说了些点子，还是郭老伯手艺好。杨凡父祖皆是军中好汉，以后便留在这里吧。木犁拿去库房，等爷爷回来再做定夺吧。此事禁言。农具改进意味着低成本耕种更多土地，意味着更多的粮食，按理应该马上大力推广才对。可郭秀儿却面无喜色地把木犁带走藏起来，甚至还下令禁言，这让所有人都觉得莫名其妙。为什么呢？对啊，为什么呢？早晚会知道原因的。武三郎再没给他丝毫关照，跑步、马步、石锁、拉弓、刀牌、枪说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樊了只能咬牙死撑，没办法，身体是一切的根本，想要身体强健，没有任何捷径可走，只能慢慢打熬。天气在一天天回暖，后院的地收拾完了，耕完大蒿垄，又仔细爬了一遍，等下场春雨就可以播种了。完了，说个故事听听。对，就说武松打虎，一个武松打虎说了10几遍，你们听得不腻，我说的都腻了，换一个吧。再说一回，俺们愿意听这个。看着他们期待的目光，樊了只能妥协，又一次开始讲武松打虎的故事。晚风吹过，武三郎和老鬼也无声坐了下来。每当樊了说到某个地名，众人都会精神一振。故事里是中原，是大唐，是故乡。小院里静悄悄的，听众们不时发出惊叹，偶尔抬头看向东方，一副痴迷模样。吃饭，天要黑了。依旧是蒸饼咸菜，可今天没人吐槽，或许是因为傍晚的夕阳，小院里有些莫名的伤感。我家就在长安，可我都不知道长安城是什么模样，我爹说他也不知道。俺家是商州，阿翁再三的交代，一定要回去知会族里。俺家3代安息兵，五口殉国，官府该免掉许多劳役。俺家是。越来越多的人顾不上吃饭，开始说着自己的故乡，说殉国的亲人，有的3、4个，有的5、6个，胡子家里整整10口。说到亲人的英勇壮烈，他们满脸自豪。其实这些事都说过许多次了，就连最晚来的樊了都听过，可他依旧听得很认真。他们的爷爷、父亲、叔伯、兄长，活生生的亲人，都是好汉子，如今都埋在离家万里的西域。王爷说咱们在这里杀贼，老家的族人便不用受贼人欺负。哼，可恶的土拨贼，总也杀不完。
总有一天能杀完的。等杀完的贼人，咱们兄弟一起回大唐去，拿公帽换些地，兄弟们一起种麦子。好，正是如此。少年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将来，杀光吐蕃人，回老家种地去。烦了，你知道滨州吗？烦了，以为他早回去了，没想到一直都在。五师傅，滨州乃9州之一，在太行山西、长安东北方向。阿翁走得急，那时阿爷年岁还小，就只记得个滨州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县。吾不算大姓，回去了应该不难打听。走，陪我吃碗酒。跟着来到他的小屋，一床一桌，墙上挂着2柄刀1副牌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。二人相对而坐，沉默着连干3碗，酒是葡萄酒，有点淡。你娃还不错。五师傅是磊落人。吴三郎是磊落汉子，虽然并不看好樊了，但教的依旧尽心，樊了也没偷懒，一直咬牙死撑。吴三郎对此很满意，说一声你不错，对他来说便是极限。酒很快喝掉半坛，这具弱鸡身体的酒量还不错，只是有点撑得慌。铁男却面色赤红，已经有酒劲。烦了，你攻硕天资都不够，以后多用心练刀牌吧。他没偷懒，可无论是弓箭还是长硕，要使得好，都需要相当的天分和长年累月的苦练。他天分一般，又练习日短，进步很是缓慢，反而刀牌使得有点模样。你能吃苦，练好了刀牌，也能胜任军中事，只是将来成就怕不会太高。能保住小命，不给五师傅丢人，便知足了，不敢强求。他已经明白，以1敌100的英雄不是那么好当的，至少自己不是那块料。拿去巡赶装了，好好练。这是头毛，我用不到了，送与你吧。遇到好铁匠，再打一些备着。某非是舍不得你家那把刀，要用它得看你的手段，若是手段不够，不如不用。小子知晓。可惜如今军中是马军天下，我辈没有多少用武之地了。一大一小二人饮酒聊天，直至深夜。每逢初1、15是开市的日子，也是少年们的假期。烦了，今天穿了一双新鞋，是艾莎给做的，只是好像不一般大。不用，自家人行的哪门子礼，还是我大唐儿郎之礼数，不是那些蛮夷之徒能比。老刘没个正经大号，便叫刘大。军中厮混了大半辈子，伤了腿退出军中，光棍一条，没什么牵挂，索性便在这条巷子安了家，织田店出去，每天往后门一坐，顺便给王爷看个门。刘伯以前在军中是有名的好汉，30几岁便获瑞10号，从王爷亲兵做到马军校尉。那条长硕原本是王爷的心爱之物，当年在西周，他搏命镇斩了一个吐蕃千夫长，王爷问他要什么赏赐，他别的不要，就单讨要那条硕。王爷心里不舍，但也随了他。安西城中近半数是汉民，大多在后街聚居，后街也更繁华，众人在大街上闲逛，胡人大多无声躲开，反而不时有汉人站在门口招呼。小子们来吃碗酒解渴，老汉请了。这里没什么看头，咱们去南方牲口市。安西城分4方，北2方是都护府王府驻地，唐人居多，南2方则是诸户混居。小巷里不算干净，各种味道混杂在一起，小孩子几乎都光着脚，躲在墙角偷看他们。一个年轻女人穿着单薄，低头站在巷边，不知道是冷还是因为害怕，正在微微发抖。这已经是第3个。艾莎，叫姐姐。艾莎比她大1岁，叫声姐姐其实也应该，可烦了，实在叫不出口。啊！你帮不了他们的。烦了点点头没说话，他也知道帮不了，只是一时没忍住罢了。这些都是什么人？都护府不管？不是安西的百姓。大唐并不禁人口买卖，但严禁恶意拐卖人口，而这些人连大唐人都不算。唐人呐！哼！大都护府令，胆敢售卖大唐子民者，灭族！好猪狗！竟敢行这等龌龊事！洒家是遵守法纪的大唐人，真瞎了你狗眼！
大爷小声一声，小的说了错话，这2个币子送给也赔个不是。哼，洒家若是受了2个币子，成了何等样人？那汉子狠狠抽了自己2个嘴巴，只是连连讨饶。看他一个劲的服软讨饶，老者也不好再发作，掏出钱丢给他。今日且饶你一遭，以后做买卖须知道规矩。若再让洒家遇到，仔细你皮肉。敢偷王爷的税，好大狗胆！爷，没有这回事，小的哪敢啊！哼，莫打了，伤了人命。这位爷，小的收到消息赶来，此事与爷无干，待收拾了这厮，明日把钱送到爷家里去。黑云帮受了王爷的令，自然尽心尽力。这猪狗竟敢耍手段不交税金，这便带回去发落。尔等放心，只要遵纪守法，我黑云帮不会教你们为难。事情不复杂，按都护府的命令，买卖货物要用铜钱10税取1，负责南方收税的便是黑云帮。帮派那么多人要吃饭，收税的时候便要加一点。那伢子想贪个小便宜，想跟老者商量私下交易，用那2个女奴交换货物，说白了就是想偷税。前辈献丑。倒是有些火候，不过以后要先缓一缓，太气伤身。这条说我还能带进棺材里去。回到后院才知道王爷来过，留了话让旭子和烦了，明天去前院一趟。郭旭在少年中为首，王爷对他期望颇高，让他去不意外。没想到也点了烦了的名。上去趴好，我给你捏一捏。他的力气不够，不足以驾驭长硕，刚才把腰扭了。老刘看出他性急，提了一句。烦了与他朝夕相处，自然也看出他举止不对劲。烦了，我猜王爷让你过去是要说墓里的事。小事罢了，说不说都无妨。他已经猜到了一些原因，拍打着旭子腰背，忽然想起一事。对了，咱们那2位师傅怎么回事？他发现文先生与武三郎之间好像有什么事，忍不住燃起八卦之火。武师傅以前有家人的，武三郎以前有婆娘，还有个儿子，脾气也不像现在这么冷硬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婆娘和儿子被野兽害了性命，武三郎从此性情大变。他与文先生的事并不复杂，当初就是武师傅把他接进的王府，一直对他很倾慕，武师傅却一直躲着他，事就一直不上不下的拖着。怪不得我看2人怪怪的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我看他对文先生也有点意思，这不挺合适的吗？都这个年纪了，还抹不开脸面。王爷和鬼叔私下里都劝过，可他不松口。反正我觉得挺合适的，有机会得推他们一把，早点成个家，省得他俩闲着没事总练我，没准儿还能养个大胖小子呢。你可想好了，武师傅不比旁人，别弄巧成拙，不好收场。对了，烦了，你以前是不是读过许多书？以前的事都记不清了，或许在哪看过吧。旭子点了点头。烦了与大字不识的文盲相去甚远，可他的过往有些不堪，作为兄弟不好追问。你今天去药铺做什么？随便看看，想试试做点东西。过了一会，他正要解释自己的目的，却发现旭子已经睡着了。我怀疑他在针对我。烦了，你按捏筋骨的手艺跟谁学的？真的是好。烦了，旭子哥说你的手艺好，啥时候也让俺舒爽一回？爽你大爷，滚！啊！你练得晚，只能加倍吃苦，不是你自己说的，能吃苦吗？自己确实说过这话，可自己没想被虐啊！武师傅指教，我大病初愈啊，大哥。不错，再来。啊，等下，武师傅。看到没？还无论何时都要不离要害，腿上中一刀，最多截掉，伤了胸腹可是必死。武师傅教得好。给他揉一揉伤处，拿冷水敷上好的快些。诸位兄弟好意心领，我自己来就行。武师傅特意嘱咐的，不可懈怠，还是揉一揉的好。我干你们，等下。先等一下，王爷正与毛先生说话。是毛先生。毛先生乃都护府长史，王爷的左膀右臂，专门负责安西民政财府。据说这位毛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，处理民事一绝，而且一柄长剑使得也相当了得。抬起头来，你便是新来的那个杨家小子。正是小子。听说你一夜之间游痴变会，
是何道理？小子不知，这根本没法解释，索性耍赖吧，老子就是不傻了，你爱咋咋地。知啥也好，聪慧也罢，须秉持本心，莫要误入歧途。老子又没惹他，干嘛阴阳怪气的？王爷让你们进去。拜见王爷。起来吧，地上凉。老郭身量高大消瘦，乍看像个普通老人，但一双眼睛深邃威严，使人不敢直视。不愧威震西域数十年的郭王爷。近些说话，咱年岁大了，耳朵不好。桌上有点心，饿了便吃一些。长者赐不敢辞，二人听命上前，有些拘谨的与他说话，随口说些小事，后院住得如何，吃住还好之类的。旭子一一作答，又问了一些众人习文练武的杂事。旭子去跟秀儿说一声，多做2个人饭，下晚你俩也在这吃。文姑娘说后院里你来的最晚，学得最快。志文先生教得好，小子以前也学了一点。三郎说你性情坚韧，习武勤奋。小子之前荒废时光，只能勤加苦练。秀儿说你制了一架木梨，确实巧妙，从何处学来？那木梨唤作江东梨，在大唐已然传开。小子在街上听人说起过，让郭老伯试了试，侥幸成功。他们说你见识广博，性情沉稳，心思缜密，不似少年。这回烦了，没法解释了，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自己清楚，在一群少年中间，言谈举止格格不入，只能硬着头皮不说话。他已经知道毛老头为什么教训自己，也明白了老郭叫他来的目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拿老子当奸细？看看。狐疑的接过打开，竟然是来自吐蕃大相的书信，内容不复杂，是说吐蕃已经与大唐会盟，大唐皇帝答应将安西之地割让给吐蕃，大相对王爷一向仰慕，不忍心军民受苦，所以写来这封书信，劝王爷归顺大吐蕃，他保证老国以后是朕秋瓷为王，愿意乐视为继。你觉得该如何？傻子。谁傻？吐蕃大相呗。哪里傻？王爷都这个岁数了，他竟然来劝王爷归降，也不想想王爷受命镇守安西大半生，若是降了吐蕃，一世英名岂不要毁于一旦？若是某想做这个秋瓷王，不在意什么狗屁名声呢？王爷若打算归降吐蕃，请借小子快马一匹，我要去报个信。报什么信？我要去华州报于郭家家主，把郭昕逐出族谱，免得连累老令公的名声。小子好胆。没事没事，这小子好胆子。某这名号可有些年头没人叫过了。威震西域几十年的郭王爷，吐蕃高官都恭敬有加，却被个小辈直呼其名，这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。旭子忙要给烦了求情，却被老郭阻止。行了，不怪他，是咱先是他的，被骂也是活该。饭做好了。阿翁，羊肉已经软了，现在就吃饭吗？怎么又是羊肉？不如小子做个菜给王爷赔罪。你还会做菜？吃，做来尝尝，赔罪就免了，咱们爷俩算扯平。方才没事吧？没事，老头子精明着呢。老郭不会做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小鬼，在自家后院兴风作浪，所以才特意招来看看什么来路。可他毕竟是当世人杰，智慧心胸远超常人，他在意的是这个小鬼会不会对安西和大唐造成危害，至于他到底是人还是鬼子无所谓。小郎，王爷近年不喜食鱼块和山珍，做个会三鲜吧。怎么走了？也不帮忙打个下手。自然要避嫌的。烦了哑然失笑，原来是为了表示不偷师学艺。这个世界对有的东西看得太重，自己理解不了。要他们进来帮忙？不用，你帮忙烧个火就行，这菜不麻烦。好香啊！你竟有这手艺？还早呢，尝尝咋样？以后你若嫁给我，可有口福。别走，还没做完呢。呸，说秃噜嘴了。饭桌放在院里树下，老郭今天兴致颇高，一大碗烩三鲜造得干干净净，还额外吃了大半碗丸子。烦了和旭子则负责对付那盆羊肉，吃得酣畅淋漓。众人对烦了的手艺给予充分肯定，一致决定隔三差五要给他机会露一手。对此，烦了委婉地表示：“你们还真是不要脸。”烦了在老郭面前很大胆，说话放肆，可老郭不但不介意，甚至还很高兴，偶尔做出佯装生气的模样，紧接着又笑出了声。旭子和秀儿很高兴他能开怀畅快，却不明白烦了为什么在王爷面前如此放肆，而王爷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。难道真的俩人天生投缘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他们不懂老郭的孤独，烦了恰好懂。他是个老人，没有老人不喜欢儿孙绕膝，他需要放松一下冰铁般的神经，也需要偶尔忘掉身上的重担。
秀儿和旭子太拘谨，刻意的成分太重。晚辈对长辈说话不能只有尊重，还要轻松随意。所以老郭很享受吃烦了做的菜，也享受他孩童般的放肆。年轻就要多吃肉，多吃肉长力气。咱跟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比你俩饭量更大。一阵风吹过，隐隐有些土腥气。阿翁，去屋里吧，怕是要下雨。下雨好，下场雨就能下种了。莫急，屋里说话，晚些也无妨的。当年平乱后，在长安因供封云辉将军，跟着伯父出入皇宫，谁提起来都要夸一声好男儿，好不风光。拜卿平身。伯父做主给定的亲事，我那时只和弟兄们在娃子里厮混，哪有什么成家的念头？可伯父说她是好女子，我也只能依了。婚期定在4月初1，头天晚上我吃醉了酒，大喜的日子险些丢了丑。那天她真是好看，之前我看她也没那么好看的，可那天晚上真如仙女一般。初七那天，伯父叫我过去。亲王，你愿不愿意去河西？我犹豫了，原本想去，可我又舍不下她。等我在那边安稳好，就接你过来。老郭看着灯火出神，三人各自想着心事，屋内陷入长久的寂静。闪电照亮天地，紧接着一声炸雷，噼里啪啦的雨声越来越急。旭子送秀儿回去吧。王爷，他俩年纪还小呢，急不得。不急不行，早些把事办了，再生个娃，我也能放心了。王爷歇着，我先回了。烦了，你不问木离的事。王爷如果愿意说，我就听听。那木离是好家什，可不能传扬开去，因为安西不缺粮，缺的是人。真要传开了，受益最大的不是安西，所以宁可不用。雨凡了猜的差不多，先进的农具意味着更多的粮食，可屈原力一旦传开，吐蕃反而收益更大，所以宁愿不用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想吐蕃？王爷若真打算想，会把吐蕃大将的书信随便丢桌上吗？艾莎，再给我做双鞋子吧。这不合常理，学渣们出去玩了，自己这个学霸却被留下了。烦啊，这些人里你学的最快最好，特别是算学更是天资出众，王爷和我都对你寄予厚望。但是你的字写的实在太差，字如其人，字写的不好，以后会被人轻视的。我朝科考专设书经一科，以书法取士，可见其重。文先生苦口婆心，一副传道授业、谆谆教诲的场景。烦了看着他嘴巴开开合合，早已神游天外。我说的你可记住了？已牢记在心。王爷让我给你等开蒙教授军典，但你天资聪颖，不治学实在可惜。就算安西不能科考，也不能自甘堕落，要有向学之心。这本孟子要勤加诵读，有不懂的地方便问我。先背诵《梁惠王篇》。什么？孟子背诵？老师，我是安西兵啊，背这东西去哪考状元？先生，还有事？我能说什么？能怎么说？说我不背这破玩意。文先生殷殷期盼，怎么忍心拒绝？武师傅想约你明天一起去听经啊？你如何得知？昨晚说的。他说在军中时杀孽颇多，时时不安。明天盂兰寺有高僧讲经，他也想去听一听，消除业障，想邀先生同去。他自己为何不说，却要假借你口？先生又不是不知道他那性子，哪张得开这个口？是弟子主动请缨代劳的，不信你去问武师傅。文先生本来就有想法，再想想铁男的脾气，已经深信不疑。明天上午盂兰寺门口不见不散。住口！烦了，你胆子倒大。这事儿早晚得有个了结，总这么挂着实在难受。咱这2位师傅不让人省心，还要我这做弟子的出力。你还是先想想怎么跟武师傅说吧。我看文先生必定会去，到时若等不到人，哼，亏了王爷还看中你，蠢得跟木头一样。武师傅在鬼书屋里呢。我活腻了去找他。
武三郎对于伤情的估计炉火纯青，每次他的伤好一点，必定要拿出那根棍子切磋一回。结果就是烦了的大腿和屁股总是没有好的时候，这也是他急于让武三郎去谈恋爱的主要原因。谈个女朋友应该会有好转吧？守门的老卒只瞥了一眼，便闭目眼神去了。王爷特意交代过，这两个小子随意进出，不需理会。今天汤面做的不用心，不如上回。烦了，甚时再做那个3鲜来吃。就这还不用心？用心你是不是得连盆子一块啃了？来，吃完下一盘。秀儿她最近好像不舒服，旭子你去看望一下她吧。无事献殷勤，可是有事。想要点钱花？要多少？做什么？先拿300-500罐试试，打算做一种秘制佐料给王爷做菜。哼，免了，300-500罐的佐料咱吃不起。王爷身份高贵，区几百罐钱算什么？最少也要几10罐，每个月。还有呢？还要收拾一间空屋子，周边不能有人，要炉灶和瓶罐，还要些木炭。烦了，我不洗丹药。王爷不是丹药。每月20罐，不能再多了。今天是佛诞节，也是放假的日子，众人自然要去街上耍。烦了与艾莎缓步走上街头，却一时没想起说什么，气氛有些尴尬。他有点后悔那天的玩笑，看来大唐女子的豪放与后世差距不小。又经过那条小巷，又看到了那个女孩，烦了又一次没能忍住。不过这次他没有马上攥住铜钱，而是捧着钱跪到地上连声道谢。多谢小郎君，多谢小郎君。让武三郎来赴约并不难，只需老郭说一句话，明日文姑娘要去听经，怕有什么危险，三郎去看护1、2，他没理由拒绝。真没想到清冷的文先生还有这样一面，好一副大唐仕女图，常冲经断桥约会。文先生真好看，艾莎也好看。二人正躲角落里看热闹，那边却冷了场。常冲经和铁男四目相对，又触电般的分开，好像每人说了1、2个字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离得几十步烦了，都感觉到尬得抠脚。人家文姑娘这副打扮，这种表情，心意这么明显，你就不能主动一点？这就是真爱呀！把文先生都逼成什么样了？烦了，你又换新手机了，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 iPhone 14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，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，爱回收是专业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，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那我等会儿回去也下载个看看。二人前面走，烦了拉着艾莎后面尾随，越看越生气。俩人一前一后，隔着几步各走各的，全程无交流，仿佛路人。文先生走一步，铁男就跟一步，文先生站住，他也站住，始终保持3步远，严格执行着他的护卫任务。这哪是约会，分明是2口子去民政局离婚。要知道文姑娘那也是心高气傲的人，做到这样已经是极限了。那个钢铁老直男这样装傻，难保傻文艺青年的2竿子劲上来。要真一跺脚散了伙，二人的心情必定会极差，到时肯定要找个出气筒。不行，不能让俩人掰了。哦，小郎君，混小的有失，想不想挣几个钱花用？小郎君还真是找对人了，不是小的自夸，在这安西城里，没有小的买不到的东西，没有小的找不到的人。看到那俩人没？那是王府的武阎王。没让你去招惹他，就假装无意挤一下，让他跟旁边的女人挨到一起。小的不敢。这么胆小，怎么挣钱？只要那2人挨到一起，就算是2。他武三郎虽然凶，可街上人来人往的，这么多人，不小心挤到也不算什么吧？你好好的赔个礼，难道他还能当街打你？就轻轻挤一下。行，小的便接了这差事。就是嘛，去吧，放心，没事的。真有事，我出头帮你。还能这样？滚！文先生满眼星星的温言劝说，然后2人便继续逛街去了，有说有笑的模样，俨然一对刚刚勾搭成功的奸夫淫妇，再没有一丝声色。小郎君，小的们尽力了。
做的不错，你叫什么？小的叫李正。李，你姓李？意外的上下打量一番，鹰钩鼻，深眼窝，长睫毛，从哪看都跟汉人没关系，竟然大言不惭的自称姓李。我娘说了，必定是姓李。经过他一番详细解释，樊乐终于明白了，他还真有可能姓李。他娘本是酒铺的酒娘，也兼职干点别的。某次接待过一位姓李的安西兵后有孕，生了他后便坚称儿子姓李，是大唐人的种。可问题是，他那姓李的亲爹没能找到，相貌又不争气，都护府不承认他的身份，李正就只能流落街头了。我信你确实姓李，你看你头发都是黑的。小郎君真是好眼力，有什么事用得到小的，小的万死不辞。樊乐看着他，感慨万千，你特么脸还肿着呢。回到王府门口，发现老刘不在，一问才知道腿疼犯了。樊乐和旭子等人忙赶去探望，好在离得近，就在北边不远处。老刘乃是军中锐士，按规矩退出军中养老，能分个很不错的院落以及几百亩良田，还要有至少10个奴隶侍候。可他主动找到王爷，都推辞掉了，只要了王府旁边这处小院和100亩地。腿疼，偷个懒儿。无事便好，俺们带了些吃食来热闹热闹。来便来，带东西做甚？在府门带吃食是孝敬，来这里带吃食算什么规矩？你们该攒些钱打个器械。去寻你爹娘回来做饭。众人围坐四周陪他说话，老刘打开了话匣子。我算个啥好汉，球都不算，就是命硬罢了。14岁接了俺大的班，军中混了30多年，糊里糊涂的倒混了个囫囵身子回来废粮食。可惜了那些老哥哥，光是为了救我这条贱命，就先后折了12个。要说好汉，我那本家的大哥可是头一份，一条长硕式的才叫绝。我这2下子都是他手把手教的，不光武艺好，性子也好，热心义气，待手下弟兄真如亲兄长亲爹一般。在西周，大哥半天功夫斩首11级，这是光数了一身铁甲的硬茬，那些长丁农奴都懒得算数。弟兄们探路中伏，3个兄弟伤了要害，当场就折了。俺们几个前面跑，几百贼人紧着追，我那匹破马却摔了。大哥把马给了我，让我赶回去送信，他独自回身杀了过去。他家小子从军后跟了我5年，在于田没了。可怜我的哥哥，连个后人都没能留下，枪来到了地下。说起这些往事的时候，老刘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在说一件无聊的往事。刘伯那对男女平日里还恭敬。哼，今天盂兰寺高僧讲经，刘伯没去拜拜菩萨。洒家去求他，他若是有用，洒家那些好兄弟就不用死了。没用的东西。回到王府时已近黄昏，门口看到了李正和他的手下，都背着包袱蹲在府门旁边。他没吹牛，对安西城确实熟悉，当天便把东西送了过来。总共多少钱？一共花去14贯，掌柜的给抹的零头，别的倒没什么，就是那石硝太贵，小的想了半天，价也只减了1点。小郎君要得急，便都买了回来。樊乐点点头，这李正做事还是可靠的，价钱比自己打听的还便宜一点。待他找老鬼拿钱，又额外数了些递给他，把钱给掌柜的带去，问问什么时候能再来货，这是你们的跑腿钱。樊乐，你买这些东西做甚？王爷吩咐过樊乐用钱，可他实在好奇，配什么调料需要花这么多钱？做点好吃的。樊乐没法解释要做的东西，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做得成。注意看，帮派小喽啰只因调戏了王府女先生，竟引得王爷震怒，并下令城内兵马立刻铲除黑云帮。大都护府令全城戒严，各自归家静候，乱条者重处。没事没事，莫慌，吃饭。王爷的手段确实高明，把惹人恨的事交给帮派，都护府只清闲收钱，却丝毫不加以约束，直到帮派激起众怒，再顺应民意为民除害，然后换一个帮派再重复一次。君爷，君爷，不要杀我！小的还需要给王府后院的小郎君办事，求君爷饶小的一命。大都护府令黑云帮欺压良善，作恶多端，昨天竟妄图对王府女先生不轨，王爷震怒，经黑云帮首恶，即帮凶48人伏诛。戒严解除，安西城欢声雷动，百姓们齐声夸赞王爷英明，黑云帮死不足惜。杀得好，那些阿杂铺才死了才好。明明事实睡衣，那帮杀财竟多收1倍，黑心肠。少年们兴奋地议论着，樊乐终于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仍感觉一切都那么不真实。威风八面的黑云帮这就没了，风中隐隐有些血腥气。48条人命转眼之间就没了。
安西城内有人被杀，有人欣喜，也有人打着小心思。樊了并不关心这些，他有自己的事要做。后院东北角的这间屋子是他特意选的地方，制作调料是很严肃的事，离人群远点有好处。之所以选择这里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门口便有水井。回绝了旭子等人帮忙，独自忙碌到天黑。走出屋后，看着漫天晚霞，仰头苦笑。他想过不会太容易，却没想到会这么难。整整一下午，竟然毫无进展，还真不一定能做成。李正，帮我问问老板还有没有货？有的，兄弟，有的。烦了，你又换手机了？这手机还挺贵的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 iPhone 14 Pro， 比新机便宜2000多。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，爱回收是专业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二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，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二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。黑云帮的覆灭很随意，从耀武扬威到血流满地，只经过了半个时辰，城内很快恢复了秩序。因为青狼帮接替了他们的位置，其实青狼帮就是砍剩下的黑云帮，他们没有谈条件的资格。对于都护府来说，不可一世的帮派只是韭菜而已。幸运的李正成为青狼帮的小头目，那校尉肯定不知道，他就是那个对王府女先生不轨的元凶。烦得忙得很，除了接受武师傅的蹂躏，还要背诵拗口的书籍，余下的时间都泡在小屋里研究调料。忙碌的日子总容易让人忽略时间。太粗糙了，旧的帮派惹得百姓不满，被剿灭是应该的，但直接派兵堵在屋里拿刀剁就不好了，应该先抓起来，公布他们的罪行，让被欺负的百姓来告状，一起痛骂他们，唾弃他们，最后定罪判罚，该打的打，该杀的杀，这才是名正言顺。还可以搞个公审大会，让被欺负的百姓上台诉说冤屈，一起喊个口号啥的。确实是个好主意，该让你去主持这事儿。王爷，我才10几岁，哪能主持这种大事？不小了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可48条人命，难道是小事吗？烦了，你记住，在这里大唐做什么都是对的。无论做什么都是对的，把48个人堵在屋里乱刀砍死也是对的，没人敢反抗，不反抗只砍死一部分，运气好的还能留条小命。如果反抗，不但他们自己会很惨，他们的家人也会很惨。去做个烩三鲜来吃。烦了有点跟不上他的思维，举起肿胀的手掌晃了晃，又撸起裤管，露出腿上的青子。文先生和武三郎的关系进展迅速，却一点都不感激媒人，反而下手越来越狠。这两公母竟如此凶狠！王爷，文先生催命一样，逼着写字背书，动辄打手板，武师傅变着法的折磨。你说我费心费力撮合他俩，他们是不是恩将仇报？你该找机会提醒一下。确实有点过分，大烩三鲜。我怕了你了，我去叫艾莎帮忙，把口水擦一下。几十岁的人了，真埋汰。烦了，你在那间屋里做什么调料？怎么了？有人说什么了？府里许多人都在私下里议论，说你在为王爷炼丹。都知道他在小屋里忙活，当然也猜测他做的不是什么吃的调料，却从来没人当面问他。老郭仿佛忘了那件事，就连旭子和老鬼他们都没问，甚至去地里干活都没人叫他，仿佛他去小屋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不是炼丹，我想做点别的东西。做什么？一两句说不清楚。做成了？还没，刚有点眉目，能不能成说不好。艾莎点点头，满脸庄重。根源来自于对知识和未知的敬畏。人与人的观念差距太大，这个世界迷信愚昧极为普遍，绝大多数人都对玄幻中的东西满怀敬畏，且深信不疑。与艾莎说着闲话做菜，另一个小院里，老郭也在与旭子和郭秀说话，在座的还有都护府长史毛先生。哈翁，文先生说烦了，有过目不忘之能，多有另辟蹊径之高论，算学更是高明。烦了兄弟大度沉稳，在兄弟们中颇有威望，武艺进步显著。长硕弓箭还不甚纯熟，拳脚胡刀牌使得艺行不差，头毛更是精熟，30步内10发9中。此子少年老成，心胸豁达，更难得胸有热血，心怀天下。只是操练日短，贸然投军，怕有万一。先生以为当如何？待属下先考量一番，再言其他。也好。未及，公务繁忙的毛长史起身离开。快些尝尝艾莎的手艺，冷了不好吃了。4个少年人陪着老郭吃饭说笑，一名清兵忽然面露喜色进来禀报：王爷，鲁将军报捷，胡儿领大破吐蕃贼，斩首3000，缴获炮锋。
吐蕃于田将军征调于田六部意图进犯，鲁将军当机立断，马上率骑兵2000出发，急行至贼胡尔岭大营。待次日清晨，贼尚在造反，2000安西兵如神兵天降，从东西两面杀出，贼兵大溃，横尸遍野。此战斩首近3000，降者800，余皆逃散，或战马骆驼1000余，牛羊数千。樊乐为战事胜利高兴，可那终究太遥远，他要先应付眼前事。都护府长史毛老头竟然让他去一趟。小子杨凡有礼。坐，别乱动。樊乐自然不能坐下，只是应声垂手站到一旁静候。一时间屋子里只剩下蒜珠清脆的撞击声。偷眼望去，屋内陈设充满了大唐风格，主座旁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口长剑，除此之外别无他物，只有成堆的书册公文。这样一位大人物突然找我干嘛？长者叫小子来可是有事？我听旭子说你换新手机了，想问问在哪买的？你说这个嘛，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 iPhone 14 Pro， 比新机便宜了2000多，真挺划算的，靠谱吗？靠谱，爱回收是专业手机回收的上市公司，他们家卖的二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，自营精选好货，专业质检，1年质保，买卖二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，春节也正常发货。你既姓杨，可是红农一支。红农杨氏乃是关西世家门阀，关西第一望族毫不为过。可惜樊乐并不是，他不敢冒称，他怀疑老毛是在故意耍诈。小子愚钝，只记得家父说过祖籍山西，不敢妄称红农杨氏。文姑娘说你苦读经典，可有所得？樊乐看他表情就知道自己猜对了，这老小子就是在故意使诈。幸亏自己没犯傻，冒称什么世家子弟，否则必定被他当场揭穿训斥一顿。小子初学，不敢妄语。你机缘巧合的天授之会进入王府，更要谨慎努力报效安西，何以佞幸谄媚于上？某听说你在王府行金石之事，欲效天竺术士牟太宗也。先生，小子一直勤习文武事，不敢稍有松懈。虽人微力弱，但报国之心不曾稍却。些许菜肴，只为尽绵薄孝道，言语轻佻，乃孝采衣于亲之故。尹王爷一笑耳。小人也并非要练什么丹药，而是什么？毛先生笑眯眯地问道，一副好整以暇模样，哪还有半分声色俱厉。先生乃是长者，何故吓唬我这少年人？玉不琢不成器，年轻人还是要多敲打敲打，以免焦躁。怎么大人物都有这个毛病吗？没事就吓唬人玩。婉儿，非是老夫多事，你记得天授，万万莫要误入歧途。勤练武艺，苦读经典，乃是正途。奇淫技巧，终非大道。小子尽知先生之意，必不叫先生失望。如此便好。只是你寻金石于王府，坊间已有议论，你到底意欲何为？樊了一愣，竟然还有这一节。他一夜之间由吃变会，本来就引来许多议论，而消食硫磺正是炼丹必备，加上王爷年纪大了，外人很容易联想到他要做什么。先生确实不是什么长生丹药，那丹药必须金、铅汞等物，我这也没有啊。那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先生，我偶然从书上得了一方以消食木炭、硫磺等可治引火之物，所以求了王爷试治，想着若能成功，便可为军中添衣利器，实非什么丹药。可有所得？知易行难，至今一事无成。理科果然很重要啊。军中事，弓马长槊方为正道，火器非正途，全作锦上添花之用耳。你试治也可，不能误了正事。小子知晓。不忙，近来眼花的厉害，婉儿可否帮忙算一下账目？原来是安西城内盐铁税收的历年入账。你算一算，10年来总计收取赋税几何？某去前边看看。这又是哪一出？算这玩意干嘛？毛长史作为安西民政官，公务繁忙，在前厅一直忙碌到黄昏，才想起来樊了还在后边。那小子确实有点意思，算个可造之才。只是习武终究日短，王爷爱才心切，怕他去军中折了可惜，让自己看看他有没有理政之才，这才有了今日之事。回去了吗？好东西，来人禀报王爷，某有事求见。6月初8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，因为今天樊了要骑马。西域地广人稀，诸族混杂，以此又纷乱不休，无论是杀人还是逃命都要骑马。樊了，你会骑马不？不会。啥？无所不能的樊了，居然不会骑马？得知樊了不会骑马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笑歪了。终于又发现一件他不擅长的事。左神，去北寨送封信，早些回来，小心野兽。有大虫俺们也不怕，正好打了回来给你治腿。
净吹大气，就你们几个小娃娃，遇到大虫能保住小命就不错了。